年前几日，叶晨跟着塔瓦纳辗转几个城市，陪着他把这次来华夏的所有演出全部圆满结束。其实燕京那几场演完，叶晨就已经后悔接这一茬了，只是开工没有回头箭，都跟老婆说了要全程做塔瓦纳的风水总监，自己也不好半路撂挑子。20场演唱会结束之后，长鹰汽车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都拥有了极大的知名度。虽然到现在为止，长鹰汽车连一款车型都还没有发布，不过叶晨很清楚，既然是打开门做生意，那就要奉行一个原则，出名要趁早。网络红人雷布斯在还没有成立小米汽车之前，就已经把话题炒作起来了，一句要押上毕生荣誉为小米汽车而战，直接让这个公司的汽车受到了万众瞩目，而后也不出意料的销量爆火。长鹰汽车是用叶晨父亲的名字来命名的，所以叶晨也希望不惜一切代价，让这个品牌真正能够做大做强，成为华夏民族品牌的骄傲。而塔瓦纳这20场演唱会，算是帮了长鹰汽车一个大忙。全世界都在关注演唱会的同时，也知道了这个实力非凡的汽车品牌。叶晨相信，等到明年长鹰汽车第一款车型发布，一定能够创造国产车销量的奇迹。随着演出全部落下帷幕，塔瓦纳的心情肉眼可见的越来越糟糕。演出结束之后，他就要返回美国了。原本他在东京演唱会结束之后就要开始休假，回美国陪伴家人，可这一耽误就是1个月的时间。他的家人很想念他，他团队成员的家人也都很想念自己的亲人，可他并不想走。认识叶晨，让他的世界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强大且内敛的华夏男人。原本在他的世界里，音乐是排名第一的。最近他脑子里经常在畅想，如果叶晨要带着自己私奔，那自己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在音乐圈、娱乐圈的一切资源和地位。只可惜他也知道，这个中国男人对自己并不感兴趣。演出全部结束的庆功宴上，塔瓦纳喝了1整瓶的红酒，喝完之后，眼神迷离的他，双眼一直没离开过叶晨的脸庞，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叶晨，眼神肉眼可见的拉丝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他团队的成员都已经看出来，他早对叶晨动了心，所以大家对此也都心照不宣。塔瓦纳向来对团队成员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所以大家的忠诚度也都非常高。哪怕他们2个人真的在巡演中睡到了一起，这个消息也一定不会传到外界。只可惜塔瓦纳实在是没有那个魅力。塔瓦纳知道叶晨吃完这顿饭就要返回金陵了，2人分开之后，不知道将来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。于是在喝多之后，他不顾周围还有团队其他人，直接来到叶晨面前，拉着他的衣袖，眼睛通红地问：叶先生，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见面吗？叶晨笑道：只要你能够保持与长鹰汽车的紧密合作，将来我们再见面的机会还是很多的。塔瓦纳说：那将来你们的车型推出之后，一定要邀请我做全球代言人，我分文不收。叶晨点点头说：代言人肯定没问题，不过该付的钱我们一定会付。另外，你这么擅长写歌，到时候给我们长鹰汽车也写一首歌吧。没问题，塔瓦纳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，说：你让我给长鹰汽车免费出1张专辑，我都没意见。叶晨笑道：有你这句话就好。塔瓦纳又问他：对了，叶先生，您回到金陵之后有什么打算吗？好，马上也到华夏的农历年了，您不准备出去度个假吗？叶晨哪敢把自己的实际规划告诉他，便笑着说：暂时还没有什么规划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塔瓦纳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，说：其实我也不太想回美国，只是家人一直想让我赶紧回去，我还在想是不是选一个度假的地方，直接和家人们在那边碰面。叶晨不解为什么不愿意回美国，回到自己的家里和家人在一起，不也挺好的吗？毕竟你已经出来这么久了。塔瓦纳面露为难，
他当然想回去跟家人见面，可是他不想回美国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就是他不想见到自己的男朋友崔佛肯尼迪。两个人的感情已经发生了质变，变心的那个人会下意识地想离对方远一点，尽可能地避免接触，最好是能够持续一段时间不见面、不交流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冷暴力。而更好的结果是能够在一段冷暴力之后，对方受不了，直接提出分手，自己借坡下驴，爽快答应，不用见面就结束掉一段早就想结束的感情。所以塔瓦纳更希望不回美国，或者回美国只待很短的时间，就立刻找一个理由离开。可是他又不能把自己心里所想的都告诉叶晨，因为他怕叶晨觉得自己是一个始乱终弃的女人，于是便故意装作十分疲惫的样子，说回美国其实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休息，媒体记者和狗仔会一直追着我，哪怕我在家里待着，他们也会在家的周围守着。相比之下，我更希望能够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好好的度个假。叶晨点点头，笑道，这个想法也不错，既然想干就去干吧。说完，叶晨又道，哦，对了，我已经订了今天早晨6点的早班飞机回金陵，现在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，再过2个小时我就出发，提前祝你回国一路平安。塔瓦纳惊讶又失落地问，叶先生这么快就要走啊？为什么不订一个晚点的飞机，这样还能休息一下？不了，叶晨微笑道，想老婆了，早点回去见她。塔瓦纳颓然地点点头，鼓起勇气说，叶先生，待会儿我送您去机场吧。不用了，叶晨婉拒道，我已经订好了网约车，到时候来酒店接我。再说你这个大明星，如果跑去机场送我的话，万一被人看到，恐怕会传出绯闻，对你对我都不好。好吧，塔瓦纳心酸不已，可是事到如今，自己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，只能动情地轻声说道，那也祝叶先生一路平安。叶晨向他轻轻点头，微笑道，后会有期，斯维特小姐。一直到凌晨4点，团队的庆功宴还在继续，毕竟是1个月时间内连开了20场演唱会，这在塔瓦纳出道这么多年来，尚属首次。大家创下一个新的工作记录的同时，也拿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额奖金，加上马上就要迎来长假，所以大家心情都非常的好。叶晨走的时候，塔瓦纳没敢下楼送行，只能在宴会厅的楼上，隔着窗户远远地看着叶晨上了一辆网约车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他眼眶中噙满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，潸然泪下。经纪人这时来到他的身边，轻轻拉着他的手安慰道，塔瓦纳，有些事情就是这样，总会留有遗憾，你要学会放手。我知道。塔瓦纳快速拭去眼泪，自嘲地笑道，我知道我这种女人根本就配不上叶先生，只是有时候你就是控制不住自己，会爱上一个不可能爱上你的男人。说罢，他又伸手将刚流出来的泪水擦去，对经纪人说，帮我选个尽可能安静的度假胜地吧，我想回到美国之后在家住一晚，就立刻带着家人出发，不要计划催佛，我只想跟家人一起。经纪人理解的点点头，说，如果你想绝对安静，并且不受到狗仔的打扰，那只有群岛之类的度假胜地最为合适。一岛一酒店，如果不是客人的话，根本就没有机会上岛，可以很好的杜绝狗仔和记者。没问题，塔瓦纳立刻说道，你去选吧，选最好的，选好了不需要告诉我，帮我把行程安排好就行了，我想回房间休息一下。好的，我这就好好甄选一下。